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久不见！今天呢，我拍这个视频呢，是我准备出这辆车给我的一个顾客。我这个顾客呢，他很 steady 哦，他知道我在 JB 嘛，然后他在 KL， 然后他特地为了 support 我呢，跟我买车，所以这个车呢，我将会运上去给他。所以我会拍几个用这个 Mazda 3的重要事项啦，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影片看完，你就会了解这辆 Mazda 3的所有这个使用所需要注意的东西啦。OK， 由于现在是行管令期间嘛，洗车店没有开，所以这辆车就是我洗的。如果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请多多包容啦，我已经尽力了。看到这个头灯呢，或许你就会发现到这一台是 mid spec 的，也就是这个入门款 1.5 的这一款啊，不是这个 2.0 的，但是它一样也是日本进口的啦。第一个使用方面呢，所要注意的东西就是你看它的水刷，它水刷呢是在这个 bonnet 下面的，这个是一个空气流力学的设计啊，所以你从车头看起来非常的干净。除了美之外呢，它的车切风会变得更好了，跑快的时候风噪更低，更加省油。你看啊，在正常的情况下，你的水刷是拿不上来的。水刷如何拿上来呢？你上到车那个 push start button 那边呢，你不需要 start 车了，你按2下开那个 ignition， 就是开窗口的那个 stage 啦，然后你按多一下它就 off 嘛，就在你按多一下off 的那10秒间呢，那个雨刷的拉杆你向上拨2下，这个水刷就会起来。你要提那个水刷起来呢，你就按3下这个，看啊，1下2下，第3下它 off 掉的时候，这个杆向上拨2下 ，OK， 那个水刷就会上来了哦。然后如果你要把这个水刷归位呢，蛮简单的，就是呢，你按2下这个。到这个 ignition 这边了之后，你这个拉杆向上拨1下啊，它就回来了咯。也就是说呢，在任何情况啊，你关死火的那一刹那，你这个水刷杆向上拨2下，这个雨刷都是可以上来的。然后在你 start 车或者是在 ignition 那个开窗的那个状态的情况下，就是有电的情况下啦，你这个水刷杆向上拨1下，它就会下来。所以是非常的简单，不用 start 到车的。因为如果你单纯为了要提高这个水刷而 start 车呢，会浪费你这个电池的电啊，所以你不用 start 车了。OK， 在轮胎方面呢，原厂是建议啊，你的风打250 kPa 就好了。然后呢，这个你要注意哦，通常呢，这个车从厂里面出来是吗？它的风都会打很多，因为呢，原厂是这样子的。他不知道这个车出来会放几久，可能你放在 showroom 很久，可能它从日本来做出来很久，所以它的风呢都是打到300 kPa 以上的。通常啦，我的做法我都是会先放好这个风，放到准才出车啦，这样子你在路上比较安全嘛。因为你的风太多呢，你跑快的时候很可能啊会影响你的这个抓地力啊，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风放到准原厂建议的那个风了。然后如果呢，你拿车之后发现到你的车很跳，有可能是没有人帮你放风，所以你最好拿车的时候，如果感觉很跳的话，你就去油站检查一下啦。然后这个打压呢，你可以买一个那个量打压有多少 mm 的，量那个花的啦。然后你如果发现到呢，你的这个轮胎的花剩下新打压的1半左右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换一下打压了。可以考虑买一个类似这样子的，量一下你打压的花啦。OK， 这个打压呢，它还在新的时候啊，是 7.47 mm 啊。如果你发现到它少过1半呢，你就可以考虑啊，换一下这个轮胎了啊。OK， 然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到呢，这辆车它是 keyless 的嘛，你这样摸一下，它就会锁。OK， 我知道这个动作有点猥亵啊。可以不要这样变态嘛。OK， 你的手如果伸进去，它就会开。然后你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到哦，像 normal 的车这边都会有一个洞嘛，以便呢你这个 keyless 没有电的时候啊，你可以开得到这个门啦。你可以发现到，诶，怎么这辆车没有那个洞呢？是有这个洞的。这辆车比较特别哦，Mazda工程师比较别出心裁啊，它的洞是要呢，你开这个 handle， 你才看得到的。就是你一只手要拉这个 handle， 然后里面有一个 mechanical key， 插进去向左转，就是 counterclockwise 啊，逆时钟方向就可以开到这个门了。然后要如何拿出 mechanical key 呢？它 mechanical key 就藏在这个锁匙这边，然后是要打开里面才看得到的。OK， 首先它是非常容易的，
你看啊，这个是它的正面嘛 ，OK， 它的锁是藏在它的背面哦。怎么开呢？你这边有一个这个开关，你用指甲向这边拨一下，然后这边啊就开到了，看到没有？它的上方宝剑就藏在这里。OK， 这个就是它 mechanical key 啦，这个东西拿出来 ，OK， 这样子啊，插进去。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洞 ，OK， 我们靠近一点看。它这设计真的是脑洞大开的设计啊！它这设计呢，你一只手开住这个，一只手把锁匙放进去里面，要小心啊！放进去里面之后呢，这个东西你向左转，就是逆时钟方向，它就开了。OK， 哦，你看啊，你这只手一定要很牢固的拉住，要不然你中途这样子关下去，它就会弄花这一个部分啊。所以为了不要弄花这部分呢，你这只手拉进来，然后来到后面部这里呢，如果你要换轮胎什么呢，不用担心，看啊，这个也是其中一个脑洞大开的设计啊。它的 tools 全部在这个 carpet 的下面这边，所以你把这个整个拿掉哈，拿掉它之后有什么东西呢？我带你看一下，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啦，我没有看过一辆车是这样子安排啊，你看一下 ，OK。带你看一下啊，你看啊，这面所有东西呢，它都安排得很好。这个是你的备胎咯，你开中间那个就可以拿出来了。OK， 开这个哦。然后如果你要动用到拖车的时候呢，多wing hook 在左上角，多wing hook。OK， 然后像 Spana 扳手呢，在那边。你看，他特地切那个保丽龙的塞切得好好，小的有小的，大的有大的。然后你看这边呢，还有 screwdriver， 看，你要这种十字的它有，这个平的它也是有。那你看这么没有柄，有柄的它也是放在保丽龙里面，看。所以它没有给你任何那个 bag， 你懂吗 ？Normally 车不是有那种 bag 的咯 ，two bag 哦，这两个是完全没有的，它就是走一种完美主义这样子的，你看 ，OK， 它就是走完美主义这样子，没有 bag 的 ，OK。当然了，有些 Mazda 的黑粉就讲你看这个车这样吝啬连那个 bag 都不要给你啊。其实这个是它设计语言的，所以你看这边就有 jack 咯 ，OK， 像这个东西呢。就是 jack 隔壁的这个东西呢，跟左边的这个东西，他们是要共同合作使用的，在你换轮胎的时候啦 ，OK，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啦，因为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时常帮女同学换这个备胎，所以我是蛮熟练的。如果你不想自己换也没有关系，因为呢，Mazda的保险原本就有给你那个免费拖车了，你胎压破了。你就扣那保险公司跟你打压扳机叫他来帮你换打压是 OK 的。电池没有电扣给他，叫他来帮你 jump start 也是 OK 的。后面部的拖有一点闷，不过已经结束了。然后现在我们就看一下那个打油的那个盖那边，然后我们再进去车里面看那个 MZD 的东西，然后最后就是我开 bonnet 跟你讲一些你需要注意的东西然后像后面部这边呢，你可以看到这边是 handle 开关是用这个。然后像隔壁这个是锁掉整辆车的门的，它不是 power boot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一个 lock 的 icon 在那边，它是锁整辆车的，不是 power boot。这辆车有一个东西需要注意，就是呢，它是一辆日本车，但是它开这个打油盖的方式跟欧洲车一样，就是说呢，你的车门只要没有锁，这个打油盖就可以开了。我 unlock 一次给你看。OK， 现在是在 unlock 的状态嘛，对不对？你车门没有锁，你这样子就可以开得到了咯。然后呢，这个设置在里面的这个中控台可以 setting 有一个东西叫做 fuel door delay， 也就是说呢，在你锁车之后的2分钟内，它这个 fuel door 是可以开的。这样子的设定呢，你设置这个设定之后呢，你要去油站打油然后你去 counter 跟他讲你要多少钱什么你就可以先锁掉你的车，然后去 counter set 那个payment跟他讲多少钱，回来的时候呢，
2分钟内这个油盖还是开得到的。当然你也可以 disable 掉这样子的设定啊。如果你 disable 掉的话呢，你锁车这个 fuel door 就开不到，所以这个 fuel door delay 等下你可以去面研究一下。OK， 一上到车呢，它上面这边是锁门的按钮咯，然后像下面这边呢就是调那个 wing mirror 啦。左边亮灯呢就代表左边的 wing mirror 可以调整，你就上下左右去调它咯这边。然后如果你要调右边，你就按去右边这边，右边这边就会亮灯了，上下左右。这个是那个按钮，就是收跟开那个 wing mirror。OK， 然后这边是开窗口咯，它都是4个是 auto up down 的。这个就是锁着窗口，不要给窗口开啦。然后像这辆车是有这个 iStop 的功能的，如果你不喜欢呢，你可以关掉它。这个就是那个自动熄火的功能啊，你等红绿灯的时候它自动熄火帮你省油。但是呢，你每次只要重启引擎，它又会重新开启啦，所以你每一次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你每一次上车都要关，是有点麻烦啦。然后像这个是 Traction Control Off， 这个就比较少用到了。这个是有时候啊，你下赛道或者是当你的其中一个轮子开烂泥的时候，你如果关掉这个的话，你会比较容易从那个烂泥堆里面出来了。但是这个是很少用到了。然后像右边这边呢，它是你可以调你的灯哦，这是大灯，这是 Parking Light。然后你放 Auto， 它在暗的时候自己就会开了，然后在亮的时候它就自己会关咯，所以你放住 Auto 就可以了。然后如果你要开大灯的话呢，在晚上的时候你要开大灯的话，你就向后。如果是 Full Speed 的话它还有一个自动大灯的功能啊，这个拇指这边你按一下，它就会自己调自动高灯跟自动低灯，不过这个基础款就没有。然后像左边这边呢，就是调你的那个雨刷咯。你如果向上呢，这个 MIST 呢是扫一下，现在我们是在 Off 的状态嘛。然后像这个自动雨刷呢，就是下雨的时候它自己会调整那个雨刷的速度的这个功能呢，你向下一格，你就会看到它这个 Auto 灯亮住，就代表你的这个自动雨刷的功能已经开启了，这个我帮你关起来了。 OK， 你要的时候就开咯。然后像这边呢，就是你可以调整你的这个声音啊，大声小声，按中间是 mute 掉。然后像这个是上一首歌下一首歌，按中间这边就是换那个 USB 啊 FM 啊，或者是你的这个 Bluetooth， 按这个。然后像 Info 呢，就是换你中间的这个显示屏啦，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这个 display 咯。 OK， 然后像这个的话就是听电话跟盖电话。然后这辆车是有那个声控啦，但是它的声控不是说很灵光啊。然后像普通款的这个呢，它没有那个自动跟车，如果是高级版就有了，它有的是普通的定速巡航。这边你只需要按一下这个 active 掉这个定速巡航，按一下你就会看到呢，在这个 P 的隔壁啊，有这个3条线出现，就代表它的这个 Cruise Control 已经开启了。然后你 Cruise Control 开启了之后呢，你这边比如讲你现在跑到100了，你就按这个 Set， 它就会 Set 在100咯。然后你 Set 好之后呢，你推向上它就会加那个速度，你推向下它就会减那个速度。然后当你按 Cancel 或者是你踩刹车呢，这个定速巡航就会取消掉。然后你取消了之后，你要回到刚才你 Set 的100呢，你就按中间这个 IS 按下去，它就会自动把你加速到刚才那个100啦。然后 Cruise Control 是很好用的，有时候你跑 Highway 的时候，或者是你跟住一些跑比较慢的大型车辆的时候，你开住就比较好了，不会消磨你的耐性。OK， 然后像排挡杆这边呢，就是 PRND 跟普通的车是一样的。然后呢，它这个 M 手动模式呢，它的这个布局是类似像 BMW 这样子的，也就是呢，向上是退压，向下是进压。这个东西跟多数的赛车的设计是一样的。因为当我们减速啊，当我们退压的时候呢，那个车子的重心会往车头那边倾斜嘛，所以呢，你向上退压，那个是很正确的，很符合那一个车子重心的变化。然后你向下是进压 ，OK。如果你懒惰玩这个东西呢，然后你又想要比较激烈的操驾，你可以开这个 Sport Mode， 这 Sport Mode 你向上推一下，它就会进入这个运动模式啦，它会自动帮你提高那个引擎的转速，也就是延迟换挡啊。
当你开了 Sport Mode 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到你的仪表盘这边就会有一个 Sport 字出现了。然后像这个 Handbrake 呢，向上是有 Handbrake 咯，向下就是放掉 Handbrake 咯。然后这辆车呢是有自动 disable 掉这个 Handbrake 的功能的，也就是呢，在你有绑安全带的情况下，你进牙 ，OK， 然后你踩油呢，它就会帮你 release 掉这个 handbrake 啦。条件是你必须要绑上安全带。然后像这个 handbrake 下面的这个自动驻车呢 ，auto hold 呢，也是需要你有绑安全带才可以开得到。如果没有绑安全带的话，是开不到的。在 PRND 的 P 上面有一个这个 Swift Lock。Swift Lock 就是当你要拖车的时候，你的车有故障啊 ，start 不着啊之类的呢。你如果 start 不到车呢，你这个排挡杆就移动不了嘛，因为你踩不到 brake 那一些，因为这排挡杆是要踩 brake 才可以移动的嘛。然后在这个时候，这 Swift Lock 就派上用场啊。你按住这个 Swift Lock 呢，你的这个排挡杆就可以移动了。所以如果说现在你要用到拖车的服务的话，你就按住这个 Swift Lock， 然后把你的排挡杆推去 N 啊，推去 Free 啊这边就可以了。中台的东西呢，第一个就是 information， 你可以看一下你的油耗啊，这个 fuel efficiency 这边，因为这辆车是新车嘛，所以这个数据还不足够了。OK， 这个 Vehicle Status Monitor 这边你就可以看你的 service 是什么时候咯。然后如果有什么 warning message 啊，它也是会从这边跳出来啦。然后暂时是没有了 none。OK， 然后像 Entertainment 这边呢，你就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而调整啦。在这个 Audio Setting 这边呢，有很多东西可以 setting， 你看一下啊。我讲一些重要的 Best Tripper Listening Position， 好像呢，你晚上载着一车人，然后你只是想你自己听，然后他们在睡觉，你不想打扰他们呢，你就可以把这个 Listening Position 这边调去这个 Driver Seat 罢了啦。所以其他 seat 听到的音响会比较小声。通常正常情况下我都是放 all seat 啦，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喜好。然后像这边有一个 automatic level control， 这个东西就是呢，你跑快的时候，这一个音响会跟着大声，这个你可以根据你的喜好调整啊。我是调在中间这边啊，4号啊。像这个 automatic source level adjustment 的意思就是呢，因为我们听 FM 的时候会比较小声，听 Bluetooth 会比较大声嘛。如果你有开这个 Automatic Source Level Adjustment 呢，它就会自己调整啊，就是你 FM 跟 Bluetooth 的声音不会差太远。OK，Entertainment 这边你可以自己摸索一下。由于篇幅的问题呢，我会讲一些重要的东西罢了。好像 Communication 你就可以连接你的手机那些咯，可以打电话那些。然后 Navigation 呢 ，Malaysia 的 Spec 是没有 Navigation 的。然后在这个 setting 这边呢，由于这辆车是属于 mid spec 的入门款啦，它的主动安全配备呢几乎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买这个 2.0 的 full spec 会更多啦。然后当中比较重要的是这个 vehicle setting 这边 ，vehicle setting 这边呢，你可以选择你的 door locks。door locks 这边呢，我是帮你调整 automatic door locks 的方式，就是你开车超过30秒它自己锁。然后呢，你下车你关死火的时候它自己开啦。然后这边有类似像 Honda 这样子的，你进牙的时候，就是你从 P Shift 去 RND 啊，它会锁，然后你推去 P 的时候它就会开，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而设置啦。然后像这个 Walk Away Lock 就是你的锁匙在你身上呢，你离开这辆车一段距离它就会锁。然后这 Keyless 的 Beep 我帮你调大声了，因为我怕你忘记掉你有没有锁门。然后这 Keyless Unlock Mode 呢，我帮你设置，因为你在 KL 嘛，我就觉得那边会比较危险一点，所以我这个设置呢 Keyless Unlock Mode 这边我就设置到，你按一下是吗？它是开 Driver 的 Door 吧，你要按2下它才会开完所有的 Door 啦，这样子会比较安全啦，因为我怕你如果选择第一个呢，你一 Unlock 是吗？等一下有人趁虚而入啊，上你的那个 Passenger Seat 或者是你后面的 Seat 就不好了。所以我是建议是开这个啦，可是你如果觉得不喜欢很麻烦的话，你就直接放这个 All Door 就是普通了。OK， 然后像 Vehicle Setting Door Lock 就讲完了，然后 Rain Sensing Wiper 啊，这个自动雨刷这边都有开启咯。Auto Fold Wing Mirror 它锁车的时候自己会关，如果你不想要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 off 掉它啦。
turn signal 我有帮你开咯，这个 tree flash indicator 咯，你轻轻拨一下，它的 signal 就会闪下。然后呢，这个 signal 的声音我帮你调大声了，因为我觉得我们的 signal 是蛮好听的，听那个声音啊。好像这个 rear window defogger 我就帮你调 auto off 咯。如果你开后面的这个去掉雾的这个方向，你开了之后，一段时间它感觉到那个大镜热了，它就会停掉了，这样就不会破坏掉你的顶灯咯。然后像这个 fuel door delay 是我刚才所说的120秒我帮你调了，就是说这辆车你锁门之后呢，那个打油的这个盖还是可以开的，在120秒以内啦。这边你可以调整那个时长咯，如果你调 zero 的话，就变成你锁车那个打油的那个盖就开不到了。所以为了方便啊，你锁好车之后，你还可以去油站的 counter 跟他讲你要打多少钱啊什么之类的，我就帮你调120秒。所以在你锁好车之后120秒内，那个油盖可以开。After 120秒之后，这个油盖就不会开了。OK， 大致上重要的东西是这样子。OK， 我们现在开一下 bonnet 啊。OK， 开 bonnet 第一个进入你眼帘的呢，除了这个 engine 之外呢，你应该会看到一个很复古的东西，也就是这一个 bonnet stick 啊。有些顾客他就不明白，他就问啊，为什么你这样贵的车、这样新的车还在用这一个 stick， 不是用 absorber 呢？其实是有原因的。我们的车啊，马自达车啊，由于它的安全设计的关系哦，它这个 bonnet 呢，也是它其中一个防撞的机制来的。这个 bonnet 非常的重，然后你可以看到呢，在那些欧洲的防撞测试跟美国防撞测试的，马自达都拿到很高分。这个 bonnet 也算是一个工程啊，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所以我们的 bonnet 是特别的硬，特别的重啊。所以这么重的 bonnet 呢，如果你用那个 absorber 啊，应该一下子那 absorber 就坏掉了。所以你不要怪它 old school 啦，这个设计是有原因的。你看这个这样重，如果你用 absorber 一下子那 absorber 就完蛋了哦。OK，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这边，这个是 brake 油啦。OK， 这个 brake 油呢，它这边是 max 的 level。如果你发现到你的这个 brake 油有少，代表你的这个 brake 皮有消耗到了。所以你就要注意咯。然后这个 brake 油是我们建议是4万里就 flush 一次啊，换一次啊。如果你在那些时常要踩 brake 的地方啊，在高山的地方啊，每天都一直频繁、一直很激烈的吵架，一直用 brake 的话，1年换一次啊，这个 brake 油。OK， 然后像这边是coolant哦，coolant这边呢，你就可以发现到啊，你站在左边这边呢，这边啊，你就可以看到它的 level 是 full 还是 low， 在这边啊。好像这个地方是你的雨刷的那个水咯。OK， 好像这个就是你的 engine 油的地方了。这个 engine 油的地方呢，你可以在这边，你可以 check 那个油的 level， 但是你要注意，你要停在平路，然后呢，这辆车要在正常的工作温度的情况下，也就是那个水表到中间那边之后，你关熄火，等一个5分钟，你才 check 这个 engine 油的 level， 这样子是比较准的。它只要在2个 dot 的中间就 OK 了。这个你可以 refer user manual。然后呢，它的这个黑油的这个 service 呢，是6个月或者是1万里啦。电池呢，我们的车有 auto start stop 的功能啦，所以有 auto start stop 的功能的车呢，你就要找这种 for auto start stop的电池啦，不要用那种比较便宜没有的 support 那种 auto start stop 的电池啦。OK， 关于关这个 bonnet 呢，也是有一个注意事项的哦。看啊，你看啊，如果你这样子，然后你跟它按下去千万不要啊！如果你有看过车子的前面切系的构造，你就会发现到了，你在这个地方这样子按下去啊，很可能会压到这个切系啊，会伤到这个切系啦。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你看啊，你关这个 bonnet 的时候啊，因为这个 bonnet 很重嘛，你就差不多看有1个拳头左右的距离是吗？你就放，看，美美了，你看美美了 ，OK。OK， 关于刚才我在 bonnet 讲的这些东西啊，你可以参考这个使用说明哦。使用说明里面有一个很详细的说明，什么时候要换什么东西啦。然后呢，因为呢，你跟着使用说明做的话，你的车就比较少毛病嘛。你比较少毛病呢，就比较少 claim warranty， 比较少 claim warranty呢，马自达就不会损失那么多钱啦。这个就是车厂做这个user manual的其中一个用意啦。然后呢，
有一个比较争议的东西就是之前很多人批评我的，给很多人讲的，也就是说呢，Mazda 的这个 Skyactiv AT 呢，它是不鼓励用户主动换油的，它不是不用换哦，它是不鼓励你主动换，它是属于被动换油的。什么叫被动换油呢？也就是说，当你用到你那个压箱有问题需要修理的时候，或者是它出这个 AT 灯的时候就代表是时候要修理，要修理的时候就要换这个牙油了。然后呢，这个东西不是我讲的哦，这个东西呢是 Mazda 原厂所提供的建议啦。所以你会发现到呢，在这个 Owner's Manual 里面呢，它有跟你讲什么时候换什么东西，甚至连 Tire Alignment 每1万里要做，它里面都有讲，就是唯独呢，它没有跟你讲你这个 AT 油是什么时候要换的。然后如果你是手牙版的呢，国外的这个 Mazda 手牙版 Skyactiv MT 呢，就是10万里换一次这个手牙的牙油啦。它这个 AT 的设计会比较特别它这个 AT 是 Mazda 自己 in-house 做的，不是坊间所谓的什么跟 iSyn 做的。因为它的构造呢跟 iSyn 那个 6-speed 的 AT 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个 iSyn 那个呢，它的这个 TCM 这个压箱控制的这个电脑是在外面的，然后这个 Mazda Skyactiv AT 呢，它这个压箱控制电脑是在这个压箱的内部的，跟压油一起的啦。这边你不要误会哦，像别的牌子像 Honda、Toyota 他们的 AT 呢，Honda 的 AT 就是6万里换一次这个 AT 油，然后 Toyota 的 AT 就是8万里换一次 AT 油，他们都是要主动换油的。然后像 Mazda 这个 Skyactiv AT 就比较特别了，所以这个也是比较多争议的地方所以呢，你去到 Mazda Service Center， 如果你询问他呢要换这个 AT 油的话呢，他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如果在warranty内你硬要换这个 AT 油的话呢，你这个 Skyactiv AT 压箱的 warranty 就没有掉了。所以如果你要换，真的是很想换这个 AT 油的话呢，你就等你的 warranty 过了之后去外面换。然后你换油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换油的温度呢要在50摄氏度啦，不可以太热。如果你一加到那个 workshop 就马上换油的话呢，那个压箱是有这种损坏的风险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到那边的时候最好是等一个4到6个钟才开始换这个牙油啦，就是确保这个压箱温度在5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然后像刚才提到嘛，这个 Skyactiv AT 的压箱呢，它的这个压箱电脑 TCM 呢，它是会随着你这个车辆的里数提高而自动做出适应因为你里数在提高的时候呢，你这个 AT 油的浓稠度也会提高，然后 TCM 会随之做出一些适应跟调整所以如果你呢一直频繁的一直换掉这个 AT 油呢，这个 TCM 就需要一直 relearn 一直学习反而是不大好的东西然后像关于这个课题，你如果想知道更多的话呢，你可以参考我之前在 CarPlus.my 写过的一篇文章那个文章有很详细的说明为什么呢这个 Mazda 的这个 Skyactiv AT 采用的是被动的方式换这个 AT 油，而不是主动换这个 AT 油你看了之后你会更加明白啦。然后那是中文版的 ，of course， 因为我的英文会比较差，我写中文比较 OK 写英文我看可能很多人都看不懂。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可以讲这些东西的，因为一定很多人讲我是一个蠢材讲我没有知识讲我是一个手嗨我觉得清者自清这个知识不是我讲的，是 Mazda 原厂的 Technical Department 所传达的一个知识然后你想一下，换牙油这种东西是一个利润来的嘛，对不对？然后如果换牙油没有坏处的话，为什么原厂不要拿来做呢？因为这个是一个利润嘛，对吗？然后呢，如果你不换牙油的话，导致你的这个车牙箱坏，对 Mazda 的这个形象也没有任何的好处，对不对？然后压箱这种这样精密的东西，我觉得听原厂的话会比较好因为你看世上有很多车厂嘛，但是做牙箱的就那几家，然后有本事自己生产牙箱的汽车制造商呢，也不是很多啦。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今天影片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因为这个影片是属于大众版本的，也就是 upload 上 YouTube 给我的观众朋友看的啦。然后像这辆车的详细的整个用户怎么用的这个使用说明呢，其实还有蛮多的一部分然后这一部分呢，我会在私讯，我会开 video call 跟我的顾客讲然后顾客有时候不明白也可以亲自问我啦。然后到时解封了之后呢，如果有机会，
我会上 KL 拜访一下这一个支持我的这个顾客，然后教他怎样子用整辆车，他有什么不明白、有什么疑惑可以亲自问我啦。到时希望也是有机会可以拍影片给大家看一下。这影片大致上是这样子的，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记得给我一个赞，然后订阅一下我的频道，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的更新。我们下次见，谢谢。